轻快的骑行，骑到哪算哪啊！正好这个天气啊，非常适合骑行，你不用担心出汗，甚至都不必喝水，你可以非常舒畅的在村内骑行。而且这个时点吧，大家都上班去了，路上人少车少。今天呢，纯粹就是在乌村内啊，可以非常随意的骑行。这边呢，起伏半山真品，几个月以前就在开售的一个楼盘啊，应该是起伏仅有的几块空地之一了吧。建完了以后，可能也就差不多了。右侧呢是一个幼儿园，前方呢是一个学校，应该中小学吧。所以这个在半山上的一个房子还是有一定的人气啊，就是想安居乐业的人，像小孩有一个环境啊，可以在这边读书，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相当不错的一个地方。这边呢就是天湖居了，我们在天湖居里面绕一圈。起伏新村呢是一个大乌村啊，有说20万人，算夸张的还是说有30万人住在这里。不管是20万还是30万啊，肯定是一个巨大的乌村了，比这些英国、加拿大那种小镇啊，或者一个城市人口要多得多了。根据一般的原理啊，就是你一个地方越大，它就是更多的肯定是平民的属性。也就是说，在起伏这边呢，我相信啊，绝大部分老百姓都是一些普通的工薪阶层。说白了，就是大家愿意到这边来住啊，更多的看重的还是一个性价比。比方说，购房的这个价格，哪怕是租房啊，也肯定比别的地方便宜一些。当然会有一些牺牲，就是你必须要有一点距离去你上班的市区等等啊，那这个呢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但是换来的呢是一个可以安居乐业的环境，因为乌村有非常大的这些绿地、休闲的区域，也有设施完善的商业，更重要的呢是有学校、有医院，基本上你不出村了，生活可以无忧。所以这个呢，就是有一部分人，虽然大家并不富裕，但是愿意到这边来做一些取舍啊，牺牲一些东西，但是呢，换来自己一个比较宁静的生活环境，就是这么一个乌村。所以起伏新村呢，绝非什么富贵人家的集中地啊，绝大部分还是一些工薪阶层、普通老百姓住的地方。大家过的呢，也是一种做出一些取舍的普通人的生活，无非就是你看重的是什么。有些人呢，希望楼下就是店铺啊，宁可忍受啊街市的这种嘈杂吵闹。但越来越多人呢，就更希望有一个安静的环境，有更多的这些休闲的场所，可以遛狗。最重要的呢，就是让孩子有一个可以天真活泼、自由烂漫，同时呢，
又可以安全的生活的一个地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祈福新村应该打一个高分，尤其是对于那些生养孩子啊、让孩子成长的这些地方。你看到村内啊，有很多年长的长辈啊，带着孩子，帮助他们的子女呢，在广州这边生存或者发展。他们都是从其他的地区来到了这边，其实也是牺牲了他们在家乡的这种熟悉的环境啊，包括很多亲情，也挺不容易的。但是呢，这就是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啊，很多西方人觉得没有办法理解。他们觉得他们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呢，就是以18岁或者22岁为限，为一条线啊，就是到了这时候呢，你就是靠自己。孩子也有这个意识，然后呢，他们也想更早的独立吧。所以很多年轻人呢，上了大学，大学毕业以后，基本上就是过自己的想要的生活，跟家里的关系呢，就慢慢的变淡了。让我们中国人恐怕在这几代人里面还是没有办法做到，因为这个里面呢，除了文化的因素，还有很多物质的基础啊，思想的。如果说父母和子女都可以轻松的各自购买房子，住在不太远又保持独立，谁不希望这样子呢？但是呢，很多人年轻人到城里来打拼啊，他们有时候不得不把家里几个钱包啊集中起来使用，这可以说是一种悲哀。但是呢，反而也把一家人凝聚在一块儿啊，有事一块扛，有福一块享，有难一块担。当然最好不要有难。现在我又骑到了祈福新村的最东头，这里同样有一片山脉啊，也有一条登山道，也是经常以前到这边来登山、健身的地方。但今天呢，我们就是路过一下而已。这边呢，就应该是祈福新村最早建村的时候，都是一些连排的或者双拼的这样的一种别墅式的房子。
这些房子呢，现在已经30来年、30多年了可能，但是呢，已经呈现的一种老房子的状态了。但反而呢，有一种人情味就好像这个屋村就跟这个地区同时共存了很久的一种感觉。而现在眼睛正对着呢，就是祈福最新的高楼，那边呢就是祈福的交通中心现在我也打算骑出去看一看。从这边也是最东头的这个门出来，继续呢向着祈福的一些新的商业设施、商业中心那边在起转。而我的右侧呢，这块地根据祈福新村发的消息呢，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建设。而这边预计呢，将会树立起几栋高层的写字楼，甚至呢会有更大的商场。会有百货商店我相信呢肯定也有更多的对大家生活相关的一些设施。相信过个3、5年以后呢，又是一片新的天地就跟对面看到的这些缤纷汇2期应该连成一片我相信。同时呢，也会带动这一片地区，就对面的金山谷等等连在一块儿。祈福的交通比以前还是便捷了很多，自从有了这条22号线所以我这次从国外回来，坐飞机到白云机场我没有让家人来接，我体验了一把坐地铁3号线从机场呢一直坐到潘云广场，在潘云广场呢换乘22号线，就一个站来到了祈福交通中心，然后呢这边再搭村巴到村内，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当然要花点时间就以后的22号线会直接通到机场，那么我相信呢就会更为方便了那这个呢就必须得等待一段时间了。现在我面对的呢就是地铁站和地铁站上面的这个村巴的停靠点，这边呢又多了一个麦当劳所以我们祈福应该已经有了第2个麦当劳了。现在呢，我来到了缤纷汇的2期我想象应该这些店铺还是有很多没有开张因为经济的问题等等因素吧，应该没那么快可以完全旺起来。但是呢，店铺的招牌好像是比以前多了很多好，我们也骑车逛一圈吧。除了那些珠宝店也有披萨店，也有其他的餐饮店，应该已经开张了。
整个环境啊，应该还在好转之中啊，或者说变得更好。现在呢，我又骑到了这条村前商业大道啊，我感觉这边的店铺啊，比以前多了一些。这里呢，以前是祈福的交通中心啊，一个老的交通站。
了这个哈劳超市之外呢，边上还是有很多店铺啊，都是关空的状态啊。好，现在呢，从祈福冰峰会议期骑回去啊，看到已经有很多过年的装点啊，很多的灯饰，到了晚上呢，应该会慢慢的更有吸引力啊。这家甘斯米德云南艺术餐厅呢，还是顽强的开着。大部分的商店啊，或者说餐馆呢，都还在经营的状态之中。这是左侧呢开了一家叫龙井湖的杭帮菜啊，这个到时候可以来尝试一下。小朋友活动的广场呢，摆满了各种的商铺啊，完全就是这个摆摊经济了。你看看多少这种临时摆卖的这些产品拿在这边卖啊。
道。但是也有这些店呢，像左侧这个原来开这种餐饮的，开了几个都倒了。左前方这个也是，现在变成卖披萨的了。现在呢，从学院路这个大门回家。保安还是一如既往的贴心啊，看到你如果是比较熟的人呢，他就会给你打开这些大门。现在正好是小孩子放学的时候。对了，今天是星期五，周末了啊，大家要回去过周末去了。好，那我呢也回家过周末去了。在这边呢，再次感谢啊，跟随着我视频的朋友们，谢谢你们的观赏，谢谢你们的支持。我们下一段出门再见，拜拜。